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皇朝里，最后一名皇帝溥仪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3岁登基成大清皇帝，一生经历了5名配偶，45岁成为战犯劳改所里的阶下囚。但他活着的这61年，真的只是一场悲剧吗？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吉林省的省会城市长春市。如果你问我来到长春，如果只能去一个地方逛的话，我会去哪里？那一定是伪满洲国的皇宫。为什么呢？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从小到大，无论是从历史书本，还是历史相关书籍或者电影，都太多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中国2000多年帝制里面最后一个皇帝。伪满洲国是日本的一个傀儡政权啊，而伪满洲国皇宫呢是末代皇帝溥仪生活了12年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就坐地铁去吧。解放大路站，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地铁啊。这个地铁的上面的一些装饰挺有特点的。伪满皇宫站所在3号线是一条轻轨线啊，但是呢，伪满皇宫站呢又是处在地下的，所以它是按照地铁的标准建设的一个轻轨站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3号线轻轨线已经来了，是一辆绿色的，车头写着伪满皇宫3号线。长春是今年吉林省的省会城市。1931年，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减少统治的阻力，日本以恢复清朝皇权为幌子，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长春被定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并改名新京，以象征伪满洲国是新国家，营造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形象。那选哪里作为首都呢？沈阳是9·18事变的所在地，不利于伪满洲国的合法化宣传。哈尔滨则离苏联近，是中东铁路的核心城市，过于复杂的国际势力盘踞于此，不适合作为首都。长春则地势平坦，拥有足够的城市扩产空间，适合大规模规划和建设，并且长春南北有哈大铁路，东西有省级铁路，可以高效的辐射东北3省，便于军队调动和资源掠夺。这就是伪满皇宫站，它在地下的一个轻轨站。我被它这个英文翻译给吸引住了，它叫 Puppet Regime Palace， 就是傀儡政权的皇宫啊，像蒸汽机发出的声音一样，咕噜咕噜。清一色的大红柱子啊，你看整个地铁站，特别像那种深宅大院里面哈，皇宫风、宫廷风。它上面的这个柱子啊，也是这种祥纹图案的，到处都是一些宫廷元素。它墙面上好像是花岗岩的一个浮雕啊，那个房屋呢就是伪满皇宫了，我猜的。这里还介绍了伪满交通部、伪满民生部、伪满司法部的一些当时的情形啊。这个伪满皇宫站还挺深的哦，你看这个地铁，嘿。这个出站的门也是这种宫门的感觉啊。你好。从外面看伪满皇宫站啊，
远处的商品住宅楼啊，跟回满皇宫的一个除了地铁站，不少这些小摊车，烤冷面，香肠5元2根，烤冷面，手抓饼，糖葫芦。这个就是伪满皇宫的宫墙。感冒了。吉林长春这几天的气温突然骤降了10度左右，它的气温达到了2摄氏度到10摄氏度之间啊。在看伪满王宫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东北沦陷陈列馆呀。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如果不是918的话，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伪满政权。因为日本想要为他在东北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嘛，所以扶持了一个代理人，也就是溥仪啊。现在说话比较吃力啊，大家理解一下，因为喉咙全是痰。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汉阳发动918事变，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北3省。随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控制了利用殉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炮制伪满洲国，全面攫取了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实施了长达14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每个月定期对伪满洲国皇帝实行内部指导。日本关东军司令安排在溥仪身边的帝释御用挂负责监视指导溥仪的一言一行。1932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就职典礼。1931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为皇帝。突围，溥仪身穿龙袍，赴长春郊外举行交际仪式。伪满洲国统治组织表啊，日本操纵伪满洲国加入德意志法西斯轴心国体系。汪精卫赴伪满洲国访问，溥仪在伪满皇宫会见汪精卫。伪满皇帝即位诏书。1934年12月，伪满进行地方制度改革，将原有的4省划分为10省，削夺原东北地方实力派的实力。1932年，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以换文的方式，将中国东北的国防、内政、经济和人事任免权全部出卖。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不想把中国东北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只是担心这样做会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对。经过权衡利弊，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炮制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这样既可以混淆国际视听，掩盖侵略行径，又可以达到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策动各地汉奸宣布独立，拼凑各省伪政权，是日本炮制伪满洲国所采取的重要手段。满洲建国大秘史，艰苦卓绝14年。日本从1931年918事变以后占领中国东北历时14年，也是艰苦抗战了14年。刚才逛的是1楼2楼、3楼还有其他的一些主题展馆，咱们就不去了，然后直奔伪满洲国皇宫。前面就是伪满洲国皇宫的检票口树叶黄了。伪满洲国皇宫，这是大门，检票口。伪满洲国皇宫是溥仪1932年至1945年充当伪满洲国皇帝时的宫廷。成人票70元65岁及以上老人免费。请您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长春长影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所以我买一张套票比较实惠，99块钱。
参观简介：同德门、长春门。这个就是拍摄奥斯卡获奖最佳影片的末代皇帝的取景地啊！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了这里，这是我离这个满清帝国最近的一次，对于清朝的历史感觉更具象化了。这就是同德门了，里面就是同德殿。同德殿建于1935年，1938年竣工，地上地下共3层，建筑面积3707平方米，是本为溥仪及其家眷设计建造的集政务娱乐居住于一体的临时宫殿，其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覆盖米黄色面砖，在其瓦当和滴水分别有篆书“懿德懿兴”字样，余为日满懿德懿兴之意。整体建筑风格既采用中国传统宫殿样式和日式古代建筑的许多构件，又融入了西方建筑元素，属于近代折中主义范畴，也是长春市唯一的5殿顶建筑。看看日本人建的房子。我记得在末代皇帝中啊，有一场晚宴的戏，就是在这个大厅里举办的。在逛皇宫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下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是溥仪耗时1年半，在1959年写成的自传。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晚清乃至中国近代史非常珍贵的史料。书中详细记录了溥仪生平主要的经历。他在3岁的时候，即1908年被立为皇帝。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溥仪退位，但保留皇帝尊号，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内，过着表面辉煌，实则受控的生活。溥仪在书中写道：“紫禁城是我的监狱，它让我觉得我是被圈养的动物。我虽然当了20年皇帝，可是我不过是个傀儡。”在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并将溥仪赶出紫禁城。从那以后，溥仪开始辗转于天间租界，寻找复辟的机会。1931年，他接受日本的扶持，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年号康德。然而，他在伪满洲国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实则完全受制于日本关东军。溥仪在书中写道：“在伪满洲国时期，我是被日本人操纵的木偶皇帝。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占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溥仪被苏联俘获，并移交给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溥仪作为战犯，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为期10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溥仪在书中写道：“我不再是那个坐在龙椅上号称天子的孩子，而是一个普通的罪犯。”溥仪在1959年获得特赦，成为普通公民。此后，他在北京植物园担任园艺工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年。溥仪在书中写道：“从皇帝到平民，从人上人到普通人，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幸福。”在1967年，溥仪病逝。广监为日语及大厅，溥仪曾在此接受日伪高官的招贺，举办家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溥仪为支持日伪的金属限纳运动，率先将厅内市长金属吊灯捐献，以支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溥仪受伤时6面玺啊。对，上面有介绍每一个章的介绍。啊，在大厅的一边啊，有一些椅子。日本人的。我最近在听一本书叫《溥仪的另一个真相》，这是由伪满洲国时期溥仪身边的翻译官的绝密会见录而写成的一本书。书中写道，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后，溥仪跑到了天津租界生活。日本关东军派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拜访溥仪，溥仪反复追问土肥原贤，伪满洲国是不是会实行帝制？
土肥原表示，现在正是溥仪恢复大业之时，如果前往满洲，就可以立刻当元首。溥仪被土肥原说动了，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欣欣然前往关外。然而，关东军只是兑现了元首的身份，并没有立刻让伪满洲国成为帝制的国家。溥仪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对此非常不满，他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帮助作为跳板，然后复辟整个大清帝国。身后这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叫叩拜间，也叫参拜室，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地方，但是没有正式启用过。溥仪召见日伪官吏、会见来宾、接受招贺的场所，遇重大节日时，溥仪都在此接受家眷、皇族子弟及亲近人员的三跪九叩之礼。从溥仪还接受三拜九叩之礼也能看出啊，溥仪他不是一个行政长官，他是一个皇帝啊，还保留着清朝的一些传统。当时在末代皇帝里面就有一个镜头啊，是从这里往大厅下面看，下面就宾客云集啊。这也是一些这种民国风摄影爱好者拍照的取景地啊，可能拍婚纱呢。这里就是同德殿的一个长长的走廊，刚才航拍已经看到。溥仪一生的感情生活中，主要有5名伴侣，除了最后2名女性，前3位可以说都是以悲剧收场。先是皇后婉容，她出生在1906年，是满洲贵族郭布罗氏家族的后代，家世显赫，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通晓英语。1922年，16岁的溥仪迎娶了17岁的婉容，这或许是一场带有传统和政治意义的形式婚姻。在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承认对婉容的冷漠以及对女性不感兴趣，所以在婚后，婉容常常独守空房。这令婉容十分崩溃，和随从私通，被溥仪打入冷宫后，逐渐染上毒瘾。晚年，婉容因精神失常，饱受折磨，最终在1946年于伪满洲国被俘期间的抗压中去世。挨着溥仪卧室的就是李玉琴卧室啊。这个房间原本设计是为皇后婉容的卧室，但是溥仪却让福贵人李玉琴享用皇后的卧室啊，这在历朝历代的礼制上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呢，溥仪也是没有在这里居住啊，所以贵人李玉琴呢，亦是夜夜独守空房啊。身后就是溥仪的卧室了，但是有名无实啊，因为溥仪很少在这里居住。你看卧室的话是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有一个电话，一个烟灰缸啊，还有这种雕刻非常精美图案的一个床啊，还有毯子。边上的是一个茶几，4个沙发，还有一个衣柜，2个窗户啊，还有一面落地镜子啊。它的墙纹呢是那种金色的那种富丽堂皇的图案。刚才溥仪的卧室啊，为什么溥仪很少居住？是因为溥仪害怕这种日本人安装了监听的设备啊，所以他就习惯在自己的寝宫里生活。看完了婉容或者说李玉琴的卧室，我们往前看。哦，在这里，你看每个卧室都连通着阳台的，就刚才那个长长的阳台。我们看一下这间房间是李玉琴的客厅，哦，也是一个书桌、一个沙发，还有一个4个沙发围着的一个桌子，前面有一个壁，每个房间都有一顶精美的吊灯啊。李玉琴还是喜欢叫舞文弄字的吧。这里有一个书桌，这里跟李玉琴卧室是一样的。这里本来设计是皇后婉容的客厅啊，但建成后婉容被溥仪打入冷宫，因此一直未启用。1943年15岁的李玉琴入宫，被溥仪册封为福贵人后，此厅并由这个新贵人使用啊。这个也不是，我这边哦，那边的柜子上供奉着一尊观音啊，还有一个台灯。
在李玉琴的客厅边上，这里一个房间被改造成一个公共卫生间了。沿着走廊往前走啊。伪满洲国时期的1943年，溥仪当时42岁，其第3位伴侣谭玉玲刚过世1年。溥仪的侍从在东北招募年轻女子，为他挑选新的配偶。李玉琴年仅16岁，家境普通，性格单纯，她的温顺和朴实得到了溥仪的青睐。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李玉琴被遣返回家与家人团聚。1957年5月，李玉琴在抚顺探监时，正式向溥仪提出离婚。后来嫁给了一名普通人，生下2个儿子。2001年过世，成为溥仪5名伴侣中唯一活到21世纪的。但是整个偌大的一个同德殿，只有李玉琴这个新贵人居住，因为溥仪不喜欢这里，怕被日本人监听，所以他一直在他原本的寝宫里居住。你看这个走廊顶上都有这种各式各样的风格不一的台灯。这个走廊边上都有这种红木作为一个修饰吧。但不止刚才那几个房间，还有一些房间没有开放的，也不知道什么用意啊。这里就是溥仪卧室跟李玉琴卧室，它通向的一个走廊阳台啊。第一个房间啊，我们来看一下是溥仪的客厅啊，亦称会见室，是溥仪非正式接见宾客和召见日伪高官的场所，但建成后一直未使用，改为藏经室，用来存放大藏经。这是一个桌子，有4个沙发。在2楼的走廊啊，有一些文字介绍。历经80年岁月变迁，伪满洲国皇宫已从一座皇家宫殿变成了记录历史、供游人参观的历史博物馆。可能在中国2000多年的地质里面啊，这个伪满洲国皇宫是唯一一座用钢筋混凝土做的一个宫殿。1937年5月27日，同德殿在地基施工现场。同德殿1939年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啊。1945年5月3日，溥仪在同德殿门前接见日本特工队队员，为即将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特工队员们加油鼓劲。物价真保啊！原来是没有这个，后来这个给修了这。这里有一个这种史料馆嘛，这里有一个大屏幕在播放着伪满洲国皇宫的一个修缮的过程。2017年5月23日安装受稳。同德殿建筑设计风格独特，建制规制最高，尤其是殿顶部分。同德殿屋面铺装黄色琉璃瓦，屋顶采用中国传统官式建筑中等级最高的5殿顶建筑形式。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此形制只有帝王宫殿、陵庙才可以使用。在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历史中，同德殿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5殿顶的建筑。龙首垂首。金殿之上，它是瓦片很有讲究的，各种的滴水、龙首垂寿、板瓦、悬鱼、象鼻龙、脊兽、正当钩。知道不？走了。
对，中央那个制定的法律或者不公平，狗狗它是群魔来回买门，它那应该是这样。不是到头了。这个嘛，咱们其实不要该有的还是少。这些就是同德殿的一个瓦当跟树批啊，上面写的是，这个是义德，这个是义兴啊。义兴义德指的是日满亲上义兴义德。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归来，发表诏书，诏书中宣称，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各族人民都要扬提此义，与友邦义兴义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此后，满洲国统治者大肆宣扬日满亲善，义德一心，将日满义德一心不可分作为满洲国的精神根本。咱们可以看到1938年最初的这个同德殿跟2018年经过修缮后的同德殿，它们的对照基本没有差别。这是修缮前的同德殿的一个屋面瓦，它的螭尾呢新旧是这样的。而这种匠心独具的一个设计啊，通常是寄托了这种当政者的这种祈福的，然后驱邪消灾的，以及吉瑞的一个愿望。1945年8月，伪满洲国垮台后，同德殿被用作校舍军营。1954年，吉林省博物馆由吉林市迁至长春，同德殿成为吉林省博物馆办公场所。同德殿夜景跟同德殿雪景。继续往前看一下。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定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随即展开大规模国都建设。关东司令官官吃旧址。日本毛之株式会社旧址，伪满海上会馆旧址，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旧址，伪满新京纪念公会堂旧址，伪满康德会馆旧址，伪满新京朝日座旧址，伪满洲印化株式会社旧址。在同德殿这里应该是展示很多伪满洲国当时的一些知名建筑或者是有关部门办公场所的一个图片啊。伪满民生部旧址，伪满财政部旧址，伪满外交部旧址，伪满国务院旧址。当时伪满洲国建立后啊，可以看到大兴土木，建了很多的一个有关部门的这种办公大楼啊。逛完了同德殿，我们来看一下嘉乐殿啊，这里是尚书府啊。奉先殿。溥仪充任伪满洲国皇帝后，念念不忘恢复大清主业，为此在乾明楼设立了奉先殿，供奉列祖列宗的画像与牌位，每逢重要节日及祖宗忌日等都要祭祀。怀远楼建成后，该殿迁移至此。溥仪供奉列祖列宗的地方。
里面一些水果，一些坚果。墙上有各朝各代的他的这种列祖列宗的一个画像，乾隆、康熙。这个展馆是叫皇帝到功名啊。溥仪是3岁的时候被慈禧太后召入到宫中的，准备登基啊，所以你看他很小啊那时候。这里是吉冈安直的办公室啊。吉冈安直是谁呢？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派来监视和控制溥仪的言行。10年内由宗主升至宗将。这里有一个伪满宫廷服饰展，陆军是正装，文官大礼服，文官长斗篷，陆军乐队礼服，海军正装，陆军礼服，上将用。这一栋是勤眠楼啊，溥仪赐宴、日伪高官等等作用的一个地方。这里是侍卫处，负责皇帝身边侍卫行幸及典礼时护从事项。这里是第一后监事，凡觐见溥仪的特任文官、上将、武官及同待遇者，都要在此等候召见。这是第2后监事，跟第1后监事的功能相似。西便殿。这里是勤眠殿，亦称正殿，是溥仪举行典礼、接受招贺、会见使节及重要来宾、召见日伪高官、颁发任命奖的场所。1934年，溥仪在此举行了一生中的第3次登基大典，充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每逢新年啊，溥仪依例在勤眠楼举办隆重典礼啊，招贺，也就是日伪高官们向溥仪招贺。招贺是新年典礼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溥仪在这个房间向祖先玉灵默祷，祈求保佑。这就是赐宴殿了，是溥仪举行登基大典、节日庆典、重大仪式、赐宴日伪高官的场所。咱们来看一下宴会菜单啊。这个时候吃的已经跟清朝传统的饮食不一样了。这个宫中宴会多为西餐啊，一般为2菜1汤。西餐的，这里呢是溥仪设宴款待日伪高官的地方。那宴会开始的时候呢，溥仪居中就坐，中间那个黄色的徽章叫做兰花玉纹章，玉玺的玉，纹络的纹，它是伪满时期一个标志，包括有伪满时期的各种包括一些器物，还有国旗都有那个兰花玉纹章的标识啊。当年呢，这里的食物呢是由大和旅馆提供的。溥仪的那份呢，表面上和大家一样，可是他自己的那份却是御膳房特制的。因为溥仪很多疑，不敢吃外面的东西，所有的食物呢都是御膳房特制的，贴上封条，溥仪当面开封，还要由下人试菜，试过之后溥仪才肯吃，疑心病非常重当年宴会开始的时候呢，溥仪呢为了讨好日本人，不惜花高价呢聘请西洋乐队的老师，西洋乐器，每奏剧院上一道菜，每奏剧院上一道菜，直到曲终人散傀儡皇帝靠吃饭来打发时间靠吃饭来打发时间。这2个木柜子啊，以为是储物柜，它其实是冰箱。过去往里面放冰块，怎么来的冰块呢？
就是东北嘛，家家户户有地窖，然后从地窖里取来的冰块。这里是佛堂，史称奉先殿，是溥仪祭祀祖先和神佛的场所之一。1934年末，溥仪将清朝列祖列宗等牌位和画像移至新建成的怀远楼奉新殿内供奉后，这里变成了只供奉神佛的佛堂。这就是鸡西楼啊。溥仪不愿意住在同德殿，他就习惯了住在他的寝宫鸡西楼。你看这些墙面都斑驳了。这里是溥仪跟婉容啊，他的淑妃们的一些合照啊。看一下婉容啊，皇后婉容。放在现在也是美女，还有文秀，文秀后来离婚了，跟溥仪啊，妃文秀是溥仪一生中第二名。文秀之所以跟溥仪离婚是满族贵族家庭。1922年，年仅13岁的文秀被选入紫禁城，成为溥仪的妃子，封号淑妃。尽管与婉容同时成为溥仪的妻子，但她地位稍低。溥仪对文秀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婚姻冷漠，有名无实。心如死灰的文秀，在1931年，文秀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成为清朝皇室中第一位公开要求离婚的女性，被称为民国第一离婚案。溥仪对文秀的离开感到愤怒，将她称为叛徒，而文秀以妃子革命的姿态离开宫廷，嫁给了一名普通人，重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婉容在北京故宫长春宫，这是1922年，那个时候溥仪还在紫禁城。大婚啊，刚跟这个婉容结婚，皇后婉容啊，淑妃文秀。这个时候婉容还没有被打入冷宫啊，两个人还是很恩爱的。你看这个婉容好像是这种丹凤眼啊，溥仪的一个身高有1.75米啊。看一下后来的新贵人李玉琴啊。你看1982年，李玉琴在伪满皇宫回忆当年的福贵人生活，很多是溥仪过去生活的一些影像啊。皇后婉容，你看骑自行车的婉容。这个时候呢，溥仪已经离开了紫禁城了，因为被这个废帝嘛，冯玉祥嘛，然后就跑到了天津静园那里过了7年的公寓生活。它这个地板是木质的，踩在上面就是会咿呀作响。这里是唐玉麟的一个书房。唐玉麟是溥仪一生中的第3名配偶。1937年初，与文秀离婚约6年后，溥仪选中了正在北京读中学堂的唐玉麟，他年仅17岁。被选中后，他从北京赴长春，成为溥仪的妾室，被封为祥贵人。唐玉麟进入宫廷后，与溥仪的关系较为融洽。在伪满皇宫中，溥仪常常因孤独而压抑的环境而暴躁不安，但唐玉麟以温柔和耐心赢得了溥仪的宠爱。他性格文静，不喜奢华，与溥仪的其他妃子如晚年的婉容形成鲜明的对比。溥仪对他的感情也较为深厚，经常和他谈心散步。1942年，年仅22岁的唐玉麟因病突然去世。唐玉麟的早逝让溥仪感到深深的孤独和遗憾。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唐玉麟的朴素和善良，承认对他怀有真挚的感情。这里是中药库，溥仪自幼体弱多病，御医每天都要为其把脉诊断无病也开方弥补去火。刚才在同德殿啊，我就看到溥仪不愿意住在日本人为他安排的这种房间里面。那溥仪住在哪里呢？就是我身后这间溥仪卧室啊。溥仪一直居住在这里，住了有12年啊。喜欢睡觉不盖被子，是从身上盖毛巾度过的春夏秋冬。这就是溥仪的卫生间啊。
那里是一个浴缸啊，溥仪还爱泡澡。这里是溥仪的书房嘛，认字读书的地方。这是溥仪的理发室啊，日本人今天在此专为溥仪理发美容，每次剪下头发都要用黄绢包起来，注明日期、编号保存，以示龙发的珍贵。这是溥仪的佛堂啊，信奉神佛，是清朝历代皇帝的传统。吃斋念经、算卦、占卜，按时祭祀，祈求佛祖保佑。这里就是婉容的卧室了。我们都知道婉容被溥仪打入冷宫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溥仪从始至终没有和婉容同床共枕过，然后长期的生活空虚而寂寞，致使他和溥仪的随从私通，被溥仪打入冷宫。在溥仪卧室不远处啊，是一个婉容的吸烟室。居住冷宫的婉容毫无人生，只有为排解心中的苦闷，终日与鸦片为伴。因不堪亲友的冷遇和精神的重压，逐渐染上精神分裂症。这是婉容的客厅啊，婉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大家名门闺秀，曾受过西洋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伪满皇后啊，这本应是宾客盈门，因被打入冷宫，导致门可罗雀，几乎与世隔绝。这是婉容客厅上的一个走廊上的窗户啊，看出去也挺压抑的，没什么风景可言。南厢房。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那时候摄影风潮兴起啊，婉容进宫后也痴迷其中。通过这张照片，就我能在婉容身上找到了一点点的共鸣吧，因为她不再是那种遥远的可能很抽象的一个人啊，感受到一点她的这种血肉之躯吧。文秀。这里是清宴堂啊，伪满皇宫中型宴会厅，每遇重要节日和活动，溥仪都要在此设宴招待来宾或赐宴日伪高官。伪满重要美术展览会的精品都要送到此处供溥仪欣赏。
就职的诏书啊。兰花玉纹章是伪满皇帝溥仪的皇室家徽，由日本人设计，象征了伪满皇权的尊贵，严禁民间使用啊。伪满洲国与日本勋章对比图啊，你像伪满洲国常用是兰花，而日本是菊花旭日的图案。伪满兰花玉纹章镶金银瓶，日本的一个玉纹章银杯。兰花玉纹章长方形银糖盒，起居日常。虽为傀儡皇帝溥仪的饮食及日常起居生活却十分讲究，宫廷礼仪在保留清宫旧制的同时，也有顺应时代的变化。溥仪在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前他还是住在紫禁城内的。那时候他的英文老师叫庄士顿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紫禁城的黄昏，就是由庄士顿写的，他回忆了跟溥仪的一些，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啊。另外还推荐另外一本叫另一个溥仪啊，这是讲了溥仪的另外一面。像这里展品啊，很多都雕刻有兰花玉纹章的一个图样啊。这是刻有兰花玉纹章的烟具。横着念，竖着念，西域花园，植秀轩，召集皇族少年子弟内廷学生身份，在此学习文化、军事等知识，准备用于发展和控制私人武装，谋求复辟清皇朝。这是溥仪常来此就餐的一个餐厅，有时在此设宴招待家人，偶尔也弹琴击鼓，发泄自己做傀儡皇帝的郁闷和不满。这是宫内府啊，宫内府溥仪及宫廷的府级机构。这里是溥仪之父还有弟弟妹妹来祝贺溥仪登基时住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教室啊，溥仪想把唐玉麟培养成知书达理、逆来顺受的妃子，特聘专职教师在此教授唐玉麟文化知识、封建礼教。这里是畅春轩啊，这里是宫内府啊，处理一切朝廷事务的地方。这里是处长办公室，这里是宫内府会议室。一天都泡在这一个伪满洲国皇宫了，不知道你看了怎么样？逛这个伪满洲国皇宫有7-8个小时了，我的感受是啊，这些大人物啊，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沧海一粟啊。很快夜幕降临，我从航拍里看到黑暗中亮着微弱灯光的皇宫，不由想起我的前半生里的一句话：我以为皇帝可以掌控一切，直到我发现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一切都是命运的摆布，可是我又能怨谁呢？1959年，溥仪被特赦，结束了14年的战犯生活。1962年，经人介绍，他与他人生中第5位伴侣，一名医院护士李淑贤相识。结婚后，他们居住在北京一间简单的公寓中，过着非常简朴但彼此尊重的生活。溥仪努力适应普通市民的身份，在李淑贤的陪伴下，溥仪逐渐从过去皇帝身份和复杂情感经历中解脱，体会到了普通家庭生活的温暖。这是溥仪人生中唯一一段基于平等和自由而选择的婚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从皇帝到平民，从人上人到普通人，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幸福。
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你看的有一点点收获。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